我觉得我就是长得一般，只能做一个实力派女演员。但我觉得我骨子里的那种浪漫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好像没怎么变过。Hello， 我是梦梦。你来我家是不是会很喜欢看窗外？我也很喜欢。自己生活的地方还是希望弄得漂亮。从小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，好，还是会对那个童年的记忆挥之不去的。我选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个窗户看出去特别美，满眼的绿意，春夏秋冬都能看到变化。所有的架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去木材厂自己做的木架子，上的油漆。不拍戏的时候就做这些东西，很想做一个小手艺人。夏天的菜跟冬天的菜是不一样的，冬天主要种白菜，夏天嘛就是辣椒、茄子、黄瓜、番茄，这都是辣椒。因为我们家是湖南人，然后这是那个紫苏，夏天就泡杯茶在这里看会书。古早时期农村也会有这种红色蜡烛，我觉得它们很像一个艺术品。我出生在湖南长沙，3岁半左右，我父亲母亲在深圳扎根，我奶奶把我从老家带到了深圳。记忆中，我爸爸好像就是很忙。在我30岁以前，我觉得那叫孤独；30岁以后，我觉得挺感谢他们当年没有那么陪伴我，可以让我野蛮生长，决定自己的人生。初中的时候，看到《乱世佳人》费雯丽那个形象，让我觉得说很光芒万丈。Scarlett 身上有一股劲儿，就是我不认命，你的很多压抑有了出口。深圳小孩当时像我这样选择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是非常非常少的。3试通过以后，从表演系大楼往学校大门走的那段路，夕阳极其美丽，实现了自己梦想的第一步。特别感谢贾樟柯导演。我拿到天注定那个 offer 的时候，就说那个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比较裸露的镜头，你能接受吗？我说没有问题。他说哦，你不考虑一下吗？我说不考虑。我觉得非常确定这是个机会，两眼冒火。在戛纳第一次亮相的时候，当时我还非常的虚荣，非常的 enjoy 那个100台相机对着你噼里啪啦拆照的那个时刻，既是高光时刻，又是你在想未来我是否追求这样的一刻。演戏本身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，它让我的情绪有了出口。很多时候都是我去找别人合作。是你指使你儿子杀了我女儿，对吗？王瑶是我自己争取的。你疯了你！坏小孩这本书是我2016年在飞机上看的。我觉得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犯罪小说？我想试试看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火都打进去，我都要保住他。是莫云坚演了恶女那个角色出圈之后，就很多类似的剧本找过来。现在的《蜜语记》，我就没有思考过这个人是不是小三。她是个配得感很高的人，一个很务实、很现实的女人。你不给我钱，我拿什么养孩子？拿什么还房贷？为了这个孩子，我什么事都干出来。你别逼我。因为《蜜语记》在良渚拍的，我觉得这里生态业态都很好。没想到真的就来了。不管是原来大家对我的争议，那肯定我也有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我也成长了，难道还要停留在这样一个幼稚的时刻吗？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平和的样子，保留自己的一些小的触角，然后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态度。有时候看你社交网络上面完全大素，也是一点妆都不化，让我化妆水平真的很差。比如说法令纹，你比如说白头发，当然这些问题也都困扰我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年龄的衰老，我就不想被他们所左右。人就是在与自我和解的一生中度过的。我觉得我不能一辈子做演员，我不想演到80岁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然后还要去面对公众。虽然是演员为观众输送精神娱乐，但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时间是留给自己的。我认为从实用的角度来看，为了糊口而工作是挺傻的。我希望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可以不必为糊口而生。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，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。